最清楚就有一个病人要死掉了。我说现在怎么了？他说医生说宣布我死亡了，我剩下1个月之内要走人了。我说这样子啊？我说你这样才来找我啊？好了，我就这样子啦，先吃1个礼拜吧。回去以后，那西医看他，你怎么还活的？1个月了嘛。我说跟你讲，1个月以内要走人呢。你怎么活得来啊？大家好，我是明瑜，欢迎来到二项有氧。中医界有一个非常传奇的名字，叫倪海厦。他在美国从事中医职业超过20年，他杰出的医术跟贡献获得美国佛州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最高委员，而且他屡次治好被西医宣告为不治之症的病患，被病患誉为最后的希望 The Last Hope。现在仍然有非常多人在寻找倪海厦大师的正统医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传奇医术的核心传承人倪博士、倪医师。倪医师是倪海厦大师的亲弟弟，他们多年前在美国开设汉唐中医诊所以及汉唐中医学院，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二项有氧会持续的与倪医师合作，跟大家分享中医养生以及实践的方法。那么今天我想先跟倪医师请教一个一般人普遍会有的一个对中医的想法：生病急症我们去找西医，我们要调理身体健康我们再来找中医。那不知道倪医师，您对于这样的观念认同吗？这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都是这样做的，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医，中医真的讲起来有一个叫做立竿见影的效果。立竿见影效果，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我今天帮你治疗，不管是用针，或者是用药、刮痧呀，还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手段，中医很多治疗病方法，只要你效果是立刻见效果的，这就对了。因为西医这东西实在讲究很慢，你今天如果是急性盲肠炎这种东西，它很快的，它就直接给你开刀了。那我们一般人好像都会觉得中医的效果比较慢，但是刚刚倪医师您提到说，中医其实也是会立竿见影的。立竿见影，中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甚至于比西医还快。老实讲一句话，有些东西我们查出来，西医还没查出来。记得很久以前有个病人，他来看我就搭个脉跟他讲胆结石，你有胆结石在里面。他说你怎么知道有胆结石？我说脉里面看，你症状看起来像有胆结石的。他说这样子那怎么办？我说我帮你治疗。后来呢，他有点半信不疑了，他就不来了。不来过差不多几个月，5-6个月以后呢，胆结石开始发作了，他跑到医院去了。那医院东查西查，花了好几个小时，查出来说你有胆结石。他就说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才跟我胆结石，我那个有个中医5分钟跟我讲有胆结石，那这样子吧，你们不要治了，我去找那中医就好了。所以他没有治了，他就没有在西医那边治，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我跟他们讲，你5分钟找出来，他们要花几个小时。中医是很快的东西，他有痛的时候，我们针下去的时候，痛立刻没了。然后后面我们有药把你胆那个石头给你排出来。每一个行业都有厉害的地方，有一些医生比较差一点也有。每个行业都有，所以倪医师的确就提到我们对中医有一些普遍的误解，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对，所以会觉得长期的调养才去看中医。同样的，我们对于中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普遍会存在的，今天来请教倪医师，就像我们去做健康检查，如果在西医，我们会看指数，会看数字。红字就代表不太健康，我们感觉这样子好像比较科学，比较可靠。但是在中医里面好像不太看这些数字，像您刚刚提到用把脉的也不用 X 光就会知道他有胆结石，那这些数字您觉得是不重要吗？数字是可以的，我不能说数字不重要，这不能这样讲。你看到的东西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数字只是一个结果，它看不到造成的原因在哪里。数字呢，只是形式上面的一个，譬如说那个验血啦，或者是拍片，这些东西你看得到，看不到的有时候才是问题。中医是治疗你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叫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的叫做阳，看得到的叫阴。
简单讲法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它数字，人家说，哎，你这个不错，但这只是科技上面一种，它并不是科学的艺术，它是科技的艺术。科技很好，你没有看到那一部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它才是存在的呀。是的，是的，它是看得到，但是不一定治得好。看得到治不好，那就等于是零嘛。那这个老百姓，我们生病的人就是要你把我病治好，我不管你是谁，把我这个脏切除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就好了吗？没有，你还是有问题。是，所以治疗刚刚倪医师提到，就是不是只治那个看得到的部分，对，看不到的更可能是治病的原因。对，日常生活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墙壁上面有发霉，那你发霉，你说霉是问题呢，还是空气中的湿气是问题？湿气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你不管你的感觉，只处理你看得到的，你一直会复发，因为你湿没去掉，你在那个房子里面还是感觉到湿的。这样子了解吧？感觉在那边的时候，也就是中医讲的阳是存在的。虽然它看不到，但是它存在的。是，所以刚刚倪医师有跟我们提到阴跟阳这个东西，可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吗？跟我们观众说明一下。可以。在中医的眼中，看我们身体的阴跟阳是怎么样来区分？《难经》里面说到的阳跟阴的关系，阴无阳不行，阳无阴不复。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拿一个吸管，吸管空空的，一头塞起来，放到水里的话，中间那个水就动不了了，动不了表示说阳进不去了，那个中间空气不动了。那你一放开的时候，那水就动了，这就表示阳进去了。所以血在血管里面是因为阳在动，所以说血会循环。你没有阳的话，循环不了的。所以阳是什么？一种气看不到。所以中医里面对身体里的气叫做阳。对，你说那个血液循环，为什么手脚都麻的？因为中医讲说气不够，是气不够的时候，血液循环速度会减慢。所以我们讲速度了。所以阳是一种速度。阳足的时候，速度是够的。它是一个动能嘛。对。动的时候它才有热，你感觉到热是有的。你不能说你没有热啊，你测量的温度。这温度也测出来你有热啊，是这热就是阳，看到的东西血在那边动，那个是阴。是倪医师在这本新书《人可以不生病吗》在这个书里面呢，您也提到很多阴阳要平衡才能够维持健康。那怎么样是一个平衡的健康状态呢？中医讲平衡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平衡，西医比较不一样。西医认为说这东西健康，你可以多做一点，那水没有关系，可以多喝一点。那个水喝多了以后，你可以把你身体里面的脏东西给你排掉，该排掉。但是现在又有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CDC.org， 这个机构呢是专门登记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你这个人死的原因在哪里？那你上面查，你可以查到 overhydration， 就是他过量的水喝过量而死的，每年都几百个人。西医就跟他讲说，你水喝多一点没关系，喝多一点没关系。那验血的时候找不到你血管，他说你水不够，那都这样讲的。那你说那人死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失去平衡。水不是坏的，但它可以变成坏的，它可以造成你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任何东西不能失去平衡。中医讲没有东西不好，也没有东西坏的，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只有什么好呢？就是平衡的时候都是好，不平衡都坏。东西没有好坏，没有好坏，它是中性的。对，只有多少。今天你在沙漠什么都没有，结果那个肚子饿又口渴，什么都没有，突然间那边有瓶可乐，那边放个汉堡，那边你不吃吗？你还是要吃，那没关系，为什么？你需要，你需要的是没有关系，再给它达到一个平衡。对，你不要说老在那边一吃，哇，这好吃，一直吃，反正便宜嘛，父母也喜欢，小孩子爱吃嘛，带出去吃麦当劳就好了。倪医师在这本书里面呢，我非常有印象，就是书非常特别，里面提到了很多您实际在诊间诊疗跟病患获得痊愈之后他们的回馈的心得。刚刚您提到，其实中医您用的不是看检测数字这样子的办法，您在诊断上怎么做？在这么多的案例里面，中医的诊断您看什么？然后特别有印象的个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清楚就有一个病人要死掉了，为什么死掉？他是得了肝癌，他在华盛顿 DC 那边打电话给我，他肝癌，他西医说你要不要做化疗？他在首府那边打电话来，他说听说你可以治肝癌，我说我不治肝癌，我治肝癌的来源。我说你不要搞错了。他说这样子啊，我说对啊。他说你看你需要多少时间？我说2个礼拜就够了。他就说好，了解了。人就不见了啊，6个月以后回来了。他说你记不记得6个月以前我来找你？我说哦，你在那个华盛顿 DC 打电话。他说对。我说现在怎么了？他说医生说宣布我死亡了。
我剩下1个月之内要走人了。我这样子啊，你这样才来找我啊？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东西啊？神仙，对不对？我说我不是神仙什么东西，他就说没办法了。他说我想说先把那个癌症杀掉，化疗杀掉以后，我再来回来找你帮我养生。所以你把中医看成养生了。他说基本上是这样子。我说好，就是化疗做了3次以后，西医说我们不能再做了。为什么？你要准备走了，再做下去你一定死。那你现在不做的话，第4次不做的话，你还有1个月可以活了。他就很失望啦，就过来了。我说哦这样子啊，这个例子很简单。我一看他手脚冰冷，舌头啊紫色的，嘴唇紫色的，手指拿起来指头指甲全部紫色的，那手一握全冰的，全是寒症。我说你这个全是寒症嘛，好了，我就当归四逆汤就这样子啦，先吃1个礼拜吧。后来我就问他，我们里面有腹痛的现象有？他说有，经常有腹痛，女孩子嘛，才30-40岁还有月经，经常有腹痛现象。我说好，我就加个无茱萸生姜，当归四逆汤加无茱萸生姜就逆汤，很厉害的这一副药。吃完以后他来说。哎，很舒服啊！他说我觉得很舒服，你现在要怎么做？我说再吃1个礼拜，同样的药方再吃1个礼拜。后来他就说还是觉得很舒服啊。我说你这样子吧，你带两个礼拜回去，2个礼拜以后再跟我回馈一下。回去以后他就没有找我了，他就跑去找西医了。那西医看他，哎，你怎么还活的？1个月了嘛。我说跟你讲，1个月以内要走人呢。你怎么活得来了？对，一验血的时候，他说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强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化疗了。因为你癌症还在，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你意思他要再做化疗，他说癌症还在。我说我跟你讲了，我没有去杀你癌症啊。我说西医在杀你癌症，我在救你的，我在治疗你的免疫系统啊，对不对？我就跟他讲，他说好，化疗做完以后呢，医生跟他讲说，前3次的化疗，老的癌细胞死掉了，新的癌细胞就出来，前3次的结果是这样。第4次做完以后，老的癌细胞还是死掉了，没有新的了，他就飞下来了，说我离你近一点比较好。我说还有啊，我说那个不就那边太冷了，我们这佛罗里达多热多好啊，你这全是冷的身体嘛。是，他很高兴啊，就留下来，就给他活下去了。所以真的要治疗疾病，要找到源头，而且很可能是你的身体的环境，因为它那寒造成它的癌症一直在 produce。一直在生，它新的虽然被干掉了，西医化疗干掉，新的又出来，旧的被干掉，新的又出来。我们中医就是研究你为什么会有得这个病，你当初会有这个癌症，就是因为寒造成。那你去杀没有用啊，你寒没去掉呀。刚才讲那个墙上有霉菌，你在擦霉菌没有用啊，你湿气没去掉，霉擦了，湿气还在的话，你是不是霉就再回来？第2天你要去擦，一样嘛，那个癌症是一样的。病毒来是有一个环境造成它生病，你要把那环境找出来，所以中医讲的就是不要表里虚实寒的，就是8纲。所以中医厉害就在这里，很没有救的。但是在倪医师的口中听起来非常的简单。您听起来对中医的信心满满哈。当然，那您是一出生在家里的环境里面就培养您对中医的信心吗 ？No， 我是什么都不信，我是只信睡觉，什么都不信，什么天主教什么都不信，我就信睡觉。什么医生、中医、西医 ，forget it， 你谈都不要跟我谈。破伤风啊，我都认为洗就好了。我就后来就不是摩托车摔跤嘛，摔跤就整个膝盖都烂掉了，走路都一拐一拐的。就我一个护士，他说你这个不拿掉的话，不洗掉的话，那个脚都要废掉了。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家慢慢想，这个我才20来岁呢，膝盖就没有了，多可惜呀。后来我知道海夏在那边学针灸嘛，我就跑去，我说海夏有没有一个麻醉针灸可以麻醉嘛？他说你要麻醉干什么？我说你看这个发炎了嘛，我说你不麻醉以后啊，把我那个印拔掉，那里面洗一洗。啊，谁跟你讲这东西啊？我说那护士啊，胡说，一针啊。就这一针把我带进中医的，一针下去啊，哇！我这真是，我说什么东西啊？感觉到好像全身的气啊！我现在讲气，以前我不晓得，好像蚂蚁在那边爬，就在那边好像拿着枪在那边杀一样，这样攻啊！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我哥就站起来，你不要动就好了，20分钟好了。就我这20分钟他把针拿掉，我站起来痛没了。以前我本来走路都一拐一拐的，站起来痛没了。我针灸这么厉害啊？他说本来就是啊。你们不懂针灸，这乱讲。我说我可以不学针灸，他说谁都可以学，就那时候开始。就这个针灸把我带入针灸，这个是神奇的一针。对啊，所以我才相信。我说哇，针灸行，我西医我都不信了，因为我本来都不信的，就针灸不让我相信了。
对，所以就进入针灸了。哇，大家也非常有福，因为那一针才有这个倪医师这么优秀杰出，太厉害了。对，救了很多人。那谈到这个，就是我们生病会找医生，对，那通常我们都想要找名医，又不知道名医要怎么找，有什么标准？那上网找也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我想倪医师您看过这么多的病患，您会建议病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生？还有你眼中认为好医生应该具有什么特性？很简单一个东西，你这西医我不敢讲了，中医呢有这个立竿见影效果，不管你是用中药还是针灸，就有立竿见影效果。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来我针下去，药给你吃下去，马上可以看到效果，一定要有这种效果。你吃药的话，大概2-3天以内，但第一碗药喝下去应该有效果。那针是针下去立竿见影，针下去痛就没了。病人躺在床上呼吸呼不过来，我针下去马上就 calm down。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还帮一个西医，我在那西医做事情，那西医那个神经科西医，他有气喘，他说你是不是针灸可以治气喘？我说可以啊，他说好，你帮我下针。我针下去2分钟以后起来，他说99%没了，他自己有感觉的。我说那再下一次针就好了嘛。我们是身体健康，你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你交在一个人手上，你要特别相信这个人，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那你把这个你要看得很重。我哥今天会这么有名，因为他治疗病的效果。然后呢，效果出来以后，大家知道他以后，他就写了几本书。但他最早也是治病为名，治病，所以治病的时候呢，不要去找说啊，我是某某某的徒弟，我是某某某哪个大师，哪个什么，那个都不要讲，不要去听这个东西。是，如果有病人的口碑，那就是更可以信赖嘛。漂亮的数字并不能代表我们就是全然的健康，所以请大家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反应，关心自己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最佳的态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把这一集的内容分享给你亲爱的家人，下次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内容。谢谢您医师，谢谢，我是明瑜，我们下次见。